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刚刚过去的那一周，我们这边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高温，因此呢，吹开了我院子里的许多的月季玫瑰。那今天呢，我就想带大家去逛一下，在4月下旬我家花园现在的状况。那我想先从我旁边的这一颗橙红色的玫瑰开始。它的品种其实是不可考的。这一颗月季是从我的上一任这一个业主留下来的，它存在在这里估计应该有15年以上吧。它因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属于一个老庄的月季，因此它的管理是能够比较的粗放一点。我只是对它浇水，我甚至连冬肥都没有给它埋，它就能够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它的花非常的耐晒，有几朵其实已经开了超过1个星期以上了，它还是能够保持住比较好看的花型。这一个品种，它基本是到那朵花完全枯萎为止，它都不会掉的。因此，你如果是想的话，它其实能够保持一个颜色在这里，能够一段非常长的时间。那在我的另外一边呢，这一颗开的是 Coco Loco， 这一颗呢就是复古的奶茶色的 Coco Loco 可可洛可。这一个呢就是刚刚开始开，应该也是普遍比较喜欢的样子。它的花心还是聚拢的，但是它这样的状态，通常不会维持很久，大概1到2天吧，它就会开翻。所谓开翻，就像这样的状态。它的花瓣是往后靠的，但是它开翻的样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它就不会是那种完全的塌陷，它还是保持它的形态，而且它的体积的花型还是挺大的，因此这一颗也是非常的我喜欢的一个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上面还有许多的花苞，它是一个多头的玫瑰，现在还有很多的花苞没有开。那在 Coco Loco 前边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之前也介绍过好几次的洋牡丹，这是优雅三文鱼，它现在还在不停的打花苞，还在开的状态，真的是这个品种我非常的推荐，表现很好，而且它其实是盆栽，我们最近这里其实温度挺高的。它能够保持的时间也很长真的很推荐。那我们去看一下我花园的另外一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的盆栽月季区域。那我们从最边上的这一颗开始说吧。那最边上的这一颗呢，就是 David Austin 的品种，夏洛特夫人，它是这种非常漂亮的橙粉色的一个月季。它其实是可以惯养或者是藤养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矮的爬墙的应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围栏并不是很高。它现在花开的挺多的，但有一些在这个栅栏的后面，所以在绑扎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有好几朵，可能有10朵都在这后面，看得不是很真切。它也其实是能够多头开放，这是它的第3年，今年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它是需要一点时间成熟，大概可能要到第3年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在夏洛特夫人旁边的这一个呢，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龙沙宝石。它现在是刚刚开始开，可以看到它的花苞，这是它的花苞，这是刚开放的状态。龙沙宝石真的是没话说，它的叶片非常的油亮，它也能够做到多头开放。你看这么多的花苞全部都在一颗上面，龙沙宝石我这里是朝向是西南，因此呢它的光照其实很好的，但也有一些花友把它种在比较半阴的区域，它其实表现也还行当然它的花量是没有办法跟全娘下比的，全娘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它的花瓣很厚实，也非常的耐晒，
我相信在下一周应该会来到它的高光时刻。你看这是一个枝条上面的花苞，真的是密密麻麻，我想这里就有20朵花吧。那在龙沙宝石的旁边，我的左手边这里呢是另外一棵 David Austin 的品种，它是黄金庆典。黄金庆典是我院子里开放比较早的月季玫瑰之一。在今年，它早在4月的上旬就已经开始陆续开放。我的这一棵黄金庆典是跟龙沙宝石种植在同一个花箱里，一同种植的还有一颗蓝色复瓣的铁线莲。今年铁线莲和黄金庆典能够一同开放，也是一道很漂亮的风景。进入4月的下旬，也就是视频拍摄的时候，黄金庆典的花其实有相当部分已经开败了，但是它的花量还是非常的好。不过呢，黄金庆典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太适合在全日照的区域。它在早上的时候花还是很美的，但到下午呢就开始耷拉了。经过一个晚上的恢复，第二天它也许是能够恢复过来，但是它的颜值也就会下降许多。因此我还是觉得 David Austin 的品种最适合的还是早上的阳光，而且半天就足以。今年的铁线莲表现非常的好，它的花苞量是去年的应该有5倍以上的多。蓝紫色和黄色真的是非常的搭，而且蓝紫色跟旁边的龙沙宝石也是非常的相称。那在龙沙宝石以及黄金庆典的这一面花墙的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一棵树月季，那就是鼎鼎大名的伊芙伯爵。伊芙伯爵它很香，花很大，大概有我的手那么大吧。它也是今年是第2年的苗，它是一棵树月季哦，可以看这一个比我的手都要大，非常的香。它的直立性也很好，就是顶了那么大一朵花，它还是花头还是挺立的，因此它也是一个切花品种，偶尔能够在切花市场上买得到。那接下来是我的这些小盆栽的区域。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是安妮公主，它其实开了有3、4天了吧，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它的花瓣是接近谢掉的状态。如果是刚开放，它的颜色会更偏粉色一点，例如是这一个。那这种呢，它就是已经是到尾声了。安妮公主其实这款月季我原来是地栽的，今年冬天才把它挖出来盆栽。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做的挺好的，因为在这个阳光比较好的区域，虽然是盆栽，但它的开花量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其实它的花并不是特别的大，可能跟我的手掌心差不多吧，大概有10厘米的样子。因此它在这个盆的比例挺好的。再说它真的非常像一棵芍药哦，等一下可以带大家对比一下这一个安妮公主跟芍药的区别。大家看它这个花苞，其实花量还是很好的，很多花。这些花苞还没有开呢，因此它整体的这一波春花能够维持大约是2周吧。虽然它单花时间不长，但因为花苞量很多，它整体的花期还是不错的。那在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就是巴黎月光。巴黎月光，现在这个阳光太强了，它在早上的话，它的花是非常的漂亮的。它也有一点点要开败的样子，它的主花。因为它的主花开了有几天了，那它旁边的一圈小花也会陆续的开。巴黎月光真的花量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它仅仅是它的主花开了，它的副蕾都还没有开，就已经有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如果当它所有的副蕾一起开放的话，那基本上那就是整片都是花，
可以做到见花不见叶的样子但一如我上一期节目有介绍的，就是它的叶子比较爱白粉，即使是我是用牛奶把它控制了一下，但还是感觉还是有点生过病，它的叶子皱巴巴的。我在想会不会地栽会更好一些，巴黎月光。但是因为我现在确实是没有地了，所以它暂时还是待在这一个盆里面。在巴黎月光的旁边呢，这一个是马克夏加尔，这一颗也是今年初我从地里面挖出来的。它原来是放在了我的完美时刻的旁边，就是它原来是种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了。它在春天的这一波花，因为温度相对来说孕育花苞的时间温度比较低，因此它这一波花的颜色条纹是比较鲜艳且明显的。现在是它刚刚开的状态，它应该是昨天开的。那在它的旁边的这一个，可惜已经有点谢掉了，这个是 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它今年在这个盆里面长得有点慢，因为它的花苞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它的花瓣的成熟很多。这一个是Sassarese，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上一个世纪的月季，但这一个它还没有开，那下周等它开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是其实已经开过了一波的 Angel Face， 它是我院子里最早开的。它应该在上周末的时候是它的高峰，但是其实不用着急，它花苞还有很多呢。因此，对于这种风化性真的非常好的月季，我就会仅仅会把它的残花给剪了，然后让它的花苞继续的冒出来。下面的这一颗呢是一个切花的月季，这是我第一年种的，它是小苗买回来的，应该是焦糖古董，非常漂亮的橙色的花心。它这个是花瓣层数非常的多，而且呢它是很耐晒，因为它是切花嘛。不过由于又是切花的原因，因此它的开花枝是挺长的。苗小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倒伏，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一个有点倒伏。但是它的花还是很不错的，质量很好。在这一棵焦糖古董的旁边呢，是另外一个切花的品种，这应该是 Constance。但是庭院种植的话，会发现它的颜色很难做到是中间偏白，周围一圈粉色。我这个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颗粉色的一样，不过它的花心排列非常的规整，就是很典雅的样子。它其实可以做到多头开放。我想如果是商用的话，应该是会把只留一个花蕾，但是庭院的话，它能做到多头开放，是挺好的，挺漂亮的品种。在它的旁边这一个呢，是我今年刚刚入的一颗裸根苗，它的名字应该是 Catherine Bells， 又叫柳曼姐妹。这样上面往下看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的侧面再看一下，是有一点点紫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从侧面看会比从正面看会更好看一点。它还比较小，因为它今年的裸根，但开花性还不错，可以看到它基本是多头的样子。这些是它的花苞，下一周应该会更漂亮。在这里这一颗白色的就是一颗非常古老的品种，叫 Sombrio， 我非常的喜欢。它已经上一周有好几颗花开了，我又谢了又剪掉，但可以看出来它已经又开始出新芽了，所以它的活力还是很好的。那我这里有一票小苗还没有进入状态，那等它们进入状态了，我再给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区域是我的粉色月季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在映入眼帘的这一个非常漂亮的是达西布塞尔它也是这周刚开的，它是一个多头的玫瑰，它现在是主花开了。今年我下肥挺重的，所以它花开得很大，很漂亮。那在它旁边的这里呢，是这个是肯特公主，它真的非常的大，看在奥斯汀里面它是数一数二大的，非常大的一个，而且它还挺香的。在肯特公主的后面呢，我放了一个跟它非常像的一个玫瑰，那就是这一个 True Inspiration， 是一个在 Home Depot 也能轻松买到的玫瑰。大家再看一下它们的对比，是不是很像呢？其实是True Inspiration 它有一点点银背，就它的背面是发白的，正面是粉色的。其实它们颜色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肯特公主更粉一点，这个更艳一点。那肯特公主今年算是第3年，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跟白色的铁线莲也算是赶上了它的花期，它们是一起组成这一个景。在达西布塞尔的旁边这一个呢，是我今年种下去的品种，但是它的春花并不是很好，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有一点点畸形，它的花苞其实可能是感染了灰霉病，很有可能它打不开，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就是感觉很奇怪，它就很想努力的打开，但是打不开。估计还是它春天这个位置的光照还不是很足的缘故吧。希望在夏天它会有更好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是拱门区，我带大家看一下。拱门的第一颗在这里是克莱特，这是我去年买的苗。它非常的适合当拱门，是这种杏粉色的花不算很大，大概可能8厘米的样子吧，但是它的花量很多，全部都是多头，枝条柔软，非常适合拱门或花柱的牵引。它其实已经被我剪过一批柴花了，但是它现在整体看上去还是非常的丰满，它的花量还是很大的。它暂时现在的高度是1.5米的样子，应该明年会有更好的表现。在它的对面的这一个是鸭脖拉汉达比，也是一个非常网红的品种。鸭脖它的花量没有科莱特大，但是它的花更大一点，也更香一些。个人觉得鸭脖的枝条开花枝还是有点太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根上来开花枝可能有60厘米，包括这样的。因此呢，它还是不是非常适合拱门或花柱的应用，可能爬墙会更好吧。但它的花确实是又大又美。来到第2个拱门，眼前的这一棵庞然大物是我去年才买的苗伊蕾萨施特，它在北美的品种名叫做 Raspberry Creamter， 它真的长得非常的巨大，这一个大盆有点关它不住了，因此如果是地栽的话，相信它能够迅速的打造一面花墙。那在这一个拱门的另外一边是我的危基伍德。这棵危基伍德它因为被旁边的这一个蕾丝花遮挡了相当一部分的阳光才是打花蕾的阶段，刚刚开始有点开放。那接着往前呢，就是我的背阴月季区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这里就是我的背阴月季区域，大家看到的第一颗在前面的，已经开了主雷的这个是 Desdemona， 它今年也是表现非常的好，可以看到这一支，哇塞，它这是一根就应该有20朵花吧。它的主雷其实开的比较早，然后现在已经有点谢掉，这时候你可以把它掐了，然后让其他的花蕾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然后去开放。它初开的时候有一点点贝壳粉，之后全开以后是这种白色的纯白色。那在 Desdemona 的旁边这一颗是大名鼎鼎的瑞典女王，它的花量比不上 Desdemona， 但是确实很美，而且它不像是其他 David Austin 的月季那样张牙舞爪的，它就是非常的直立，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应该会再一直保留下去。那它在它的旁边后面呢，这是 Gertrude Jaco， 它现在仅仅是开了几朵花的状态，应该在下周会有更好的表现。往前继续是我的背阴月季区域，但现在呢，因为这里的光照始终是不是太好，因此这颗罗尔德达尔以及后面的奥利维亚暂时还没有来到它的盛花期。那我将会在下一期节目来分享它们的最新情况。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希望你能够点赞和订阅，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次继续再见，拜拜。